兄弟们，世界杯期间咱们的节奏先是当天的比赛，然后再是今天的重要新闻，最后是明天的比赛的预测和分析。特别是喜欢赌球的朋友，老 K 的分析自诩为还是很专业的。连续2年的欧冠决赛，大巴黎在上半段状态低迷，但老 K 都预料到他们很可能进入决赛，甚至今年还猜到了阿森纳进入决赛。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先点赞再看，养成好习惯。老 K 看到那些超级大 V 每一次播放量达到了10万多的，他的点赞数也就是600-700。老 K 的播放数大概1万多，但是点赞数经常突破400，真心感谢这些朋友对我的支持。所以感谢您的 hype 积分，感谢您的订阅。世界杯期间订阅老 K 绝对值。订阅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好，今天的揭幕战首战墨西哥打南非，一场比赛就出现了3张黄牌2个进球，过瘾呐！不过从比赛的内容来看，每一届世界杯的开幕战都是如此的让人昏昏欲睡。从90年老 K 看第一场喀麦隆对马拉多纳的阿根廷也是同样如此，就更不要说缺乏腥味的墨西哥，缺乏腥味的南非啦。南非队可谓是不思进取，那边的墨西哥队战术素养也不太高，全场最靓的仔无疑是主裁判，不仅是出了3张红牌，他那个英语口语说出来真是说不出的贵族味今天在墨西哥和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进行期间，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外还发生了严重骚乱，大约2000名示威者和300名警察发生冲突，现场有人投掷了照明弹和石块，防暴警察随后使用了催泪瓦斯。在体育场的8号入口处，大家发生了对峙，示威者还试图冲入体育场，好在被警方强行阻拦。然后他们破坏了一辆停在体育场附近的卡车。在这样热闹的气氛当中，3张红牌一点不让人意外。而墨西哥队今天2-0领先，场上还多2个人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主力中后卫被罚下去了，给后面的赛程蒙上了阴影。这也纯属活该，要不你就在后场倒脚把时间耗完，要么就赶紧进攻3-0就完事儿。好在这次的规则，直红是至少禁赛1场，只有严重犯规才会追罚超过1场。所以墨西哥下一场打韩国队，韩国队也不太高，打捷克的时候最高大的后卫还能够复出。况且这一次扩军之后的小组赛其实没什么看头，赢1场差不多就能晋级，问题不大。但确实主教练阿吉雷的战术还是太保守了，明明可以多争取再进几个，也难怪过去就有墨西哥球迷不太满意他。至于在领先2个人的情况下，墨西哥也不刷净胜球，这个其实倒是很合老 K 赛前的预测。我们就说了，本场球基本就是小球，再加上小组赛晋级的可能性很大，刷不刷净胜球其实没什么，反倒是小组赛如果过早的进入状态，打了对面一个5-0，反而对进入淘汰赛来说未必是好事儿。从另一个角度，今天这一场球大家也看出来了，一味的世界杯扩军就会涌入越来越多像南非这样的菜队，比赛质量完全无法保证。而且南非队还算世界杯的常客，未来的小组赛菜队还会一个个露面。那么今天也是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首次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这个老 K 倒是很支持。今天这一场球主裁判打了个板，未来4年的足球比赛都会受影响，只要是最后一个防守球员破坏了单刀，那么多半就直接红牌了。老 K 作为过去也踢过半职业的联赛，参加过许多正式的比赛，后来当主教练也带队打了一些正式比赛。每一次大赛前，组委会首先会把所有的领队召集起来开会，目的就是明确这一次的积分规则，最主要是裁判的判罚的尺度规则。那么所有的足球比赛总是4年1次的世界杯作为标尺，所以国际足联每次世界杯第一场揭幕战选出来的主裁判，包括在场上的政治任务，就是要给未来的4年足球打一个板，未来4年的足球比赛都会受此影响。最早90年代，也就是从那一次世界杯开始，背后铲球必定红牌，一直影响至今。那么今天墨西哥的队长被红牌罚下，第2场对阵韩国，那么费内巴切的后卫埃德森·阿尔瓦雷斯，他可能迎来一次机会。此前因为他在俱乐部缺乏出场时间，所以在国家队的前景不被看好。可现在机会摆在眼前，只要在对韩国的比赛表现出色，很有可能借此重新赢回主教练的信任，坐稳主力位置。另外老 K 多说一句，在美国的世界杯就跟94年一样，又要照顾欧洲的观众，又要照顾亚洲的观众，还要照顾北美的观众，所以对亚洲区，这北美下午3点钟就是亚洲的凌晨3点，但在欧洲正好是晚间场。而虽然老 K 住在多伦多，和纽约是同一个时区，
但每天的第3场比赛，有的时候10点钟晚上才开始，有的时候晚上12点才开始，孩子们也看不了。所以为了照顾全球的观众，世界杯的开赛时间呀，永远是个大难题。为了这个，球员们在美国甚至挑中午的时间比赛，真是得热死。好的，比赛本身没有什么好聊的，只是南非球员啊，老 K 担心他们第1场就这样各种暴力犯规，2黄2红，那后面的比赛还踢不踢？他这样来2下，还不如不进世界杯决赛圈呢。防守全靠犯规，外加给你来2下子，再加上墨西哥的踢法也催眠，球迷们就受罪了。这要是没有卡牌大师这位主裁判，今天的比赛睡倒一大片。还有要吐槽的，本届世界杯上半场1次补水时间，下半场1次补水时间，全都是放广告。本身球赛就已经让人昏昏欲睡了，这一下子就中断3次，把比赛砍为了4节。怎么说呢？老 K 就带头第一个先喷一喷，估计后面的各位专家都会排队走来。咱们该吐槽吐槽，该看球看球。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人生也不过几届世界杯。当年曾经陪你看过球的人，现在还在联系吗？好在世界杯进行过程当中，皇马新的综艺流量大王也跑来抢头条。他们深夜官方宣布穆里尼奥加盟，还有逼席尔瓦的 Here We Go。老佛爷这个人我真的佩服，他真的是把流量这一块真的是玩转了。值得一提也是今天打进第2个球的劳尔西门尼斯，他在帮助墨西哥队扩大领先优势破门之后，情绪失控，当场落泪，也令人动容。几个月前，西门尼斯的父亲刚刚去世，35岁的西门尼斯命运多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粒世界杯进球。他跑向了角旗区，高高的跃起庆祝，挥舞着手臂，用手指向天空。他闭上眼睛，仰起头，泪水夺眶而出。这样的感人瞬间，我们都相信这是他献给已故父亲最好的特殊的礼物。劳尔西门尼斯虽然已经参加过4届世界杯，但以往都是替补登场，从来没有首发。20年在英超狼队对阵阿森纳的时候，他顶头球相撞，造成了颅骨骨折、颅内出血，紧急手术，休养了整整8个月才复出。复出后也要长期佩戴防护的头套，爆发力、对抗都大幅下滑。所以22年的世界杯，他的状态大幅走低，教练也不敢用他，全程只能作为零碎的替补。所以老 K 觉得很唏嘘，几个月前他的父亲去世，就不能等到现在看到自己儿子在世界杯的第1个进球。而35岁37天的劳尔西门尼斯也成为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第4年长的进球者。另一位17岁的小将莫拉，英雄出少年，他在第66分钟替补上场，成为了墨西哥以及中北美足联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出场球员。他今天那个抢断反击过去了就是绝佳机会，就不知道裁判为啥吹犯规，可能觉得纠缠了一阵子。我觉得那个球完全是合理的身体冲撞啊。好，冷知识，墨西哥队已经连续8届世界杯首战不败，一共6胜2平，而且过去打的多半都是非洲亚洲的球队。墨西哥这支球队的传球接球水平自古以来就很强，不逊色于日本队和巴西队，但身体素质、爆发力、身高这块确实是硬伤。那么开幕式今天很短，只有20分钟，流行天后夏奇拉压轴登场。他和尼日利亚的音乐人伯纳伯伊一起演唱了世界杯的官方歌曲打一打一，然后就是现场燃放了盛大的烟花，一直延伸到体育场外。多说一句，阿兹特克球场已经承办了3届世界杯，第一次是1970年，第二次1986年。没有想到吧，70年代的墨西哥就有规模如此宏大的体育场了，83000多人的球场，可千万不要瞧不起人家墨西哥。1970年也是贝利最后一届世界杯，巴西在决赛4比1大胜意大利，贝利彻底封神，坐稳了历史第1球王的宝座。1986年就不用说了，马拉多纳，所以2代球王封王之地。关于世界杯，咱们只要看一看阿根廷球员刚刚转会到热刺的塞内西，他被阿根廷国家队补招的时候，看看他的女友，同样也是女足运动员兼模特的凯尔西罗斯鲍尔斯，女友通过视频记录了这一刻。塞内西在英超也是顶级的主力水平，本赛季的防守数据排在前几，伯恩茅斯铁打的主力，所以有他驰援阿根廷国家队，老 K 非常看好。那么在视频里，女友说道，我们刚刚度假回来，只是想稍微放松一下，好好休息，但这整个过程中我们2个人其实都没有真正放空，我们都一直很清楚一名中后卫可能会受伤，这种情况一直存在，所以我们整个假期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完全的享受，你懂我的意思吧？然后现在塞内西刚刚被征召了，他被征召了，这是在开玩笑吗？
这真的就是我们2个人每天一直都在祈祷的事情。他一直在想着这件事，这太疯狂了。而塞内西耶这次替补的是马赛队长巴列尔迪，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机会一旦来了，挡都挡不住。这样的事业运刚刚完成转会，又被补招进国家队，能踢世界杯，甚至老 K 希望他能够直接打主力。说实话，奥塔门迪有些太老了，罗梅罗有伤病，状态也很难说。当然，主力没有疑问的话，还是立马加罗梅罗。好的，除了世界杯，今天的重磅新闻，官方已经宣布穆里尼奥出任皇马主教练，合同签到了2029年。特别的那一个，在足球界最特别的一天，世界杯开赛日回归，这甚至是比世界杯首战还要热的新闻，不愧是穆里尼奥。那么紧接着突发的消息传来，贝尔纳多·席尔瓦据说已经和皇马就所有条款达成一致，他可能会签下一份为期2年的合同，还外加一个出场数只要达标就可以激活的1年续约选项。老 K 最喜欢的球员，最喜欢的教练，难道都要加盟皇马了吗？另外，巴塞罗那据说要对老佛爷提起法律诉讼，还对赢得官司充满信心。这主要是因为5月中的一次公开露面中，老佛爷声称，由于巴塞罗那向内格雷拉支付了款项，导致皇马被剥夺了7个联赛冠军。所以对巴塞罗那来说，大蛇打7寸，擒贼先擒王。而另一边，马德里竞技的前锋阿尔瓦雷斯，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和除了巴塞罗那之外的其他任何球队联系在一起，他的想法只有加盟巴萨，只有巴萨。而巴塞罗那也是郎有情妾有意，巴萨也不希望和其他前锋产生联系，眼里只有阿尔瓦雷斯，只有阿尔瓦雷斯。好的，在世界杯即将开打，日本队也即将出场的时候，突然有一条社交媒体上提醒墨西哥女性要警惕球员佐野海洲的帖子，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名球员在24年因为涉嫌强奸被捕，所以这条帖子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800万次，现在已经引起了墨西哥当地舆论的哗然，许多的相关帖子层出不穷。还有一张帕尼尼球星卡上，佐野海洲的脸被记号笔完全涂黑，还配文道：所有性侵犯者都该下地狱。24年7月，佐野海洲以25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到德甲球队美因茨，仅仅10天以后，他便和2个朋友涉嫌在东京的一家酒店轮奸了一名女性。当时他们和2名女性共进晚餐后，转场到了预定好的派对包间，其中1名女性先行离开。在凌晨2点到4点，这3名男子对留下的另1名女性实施了性侵，受害者随即报警，警方在附近的街道上将这几名男子逮捕。佐野还承认了性侵的行为，但该案最终通过和解私下解决，没有进入正式的起诉程序。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佐野海洲表达了歉意。日本足协在声称进行了彻底的内部讨论之后，认定他只是犯了个错误，并且欢迎他重返赛场。1年以后，佐野海洲重返日本国家队，在上个月入选了本届世界杯名单。25岁的他依然在美因茨踢球，现在身价已经达到了4000万欧元。佐野海洲这个球员，他在德甲，在美因茨，他的跑动能力相当猛，几乎可以出现在球场任何位置。他抢下球之后推进进攻的冲击力也很强，不是只抢完球就结束了，他是能够衔接下一波进攻的。所以他在中场，他的踢法非常适合现在日本队打的战术，短反击。甚至老 K 觉得佐野海洲的球风很像法甲的坎特，他不是单纯的依靠身体、依靠能力踢球，而是相当聪明，会判断局面，抢球的时机把握的也很好。比赛中经常可以见到对手正在从容的控球，突然佐野海洲就上前把球抢走了。但是轮奸强奸这件事情在老 K 这里过不了关，球就算踢得再好，我是不支持他的。好，轻松一下，英格兰队太太团主教练图赫尔呀非常识趣，他已经放宽了管理规定，球员的妻子、女朋友、伴侣获准可以探访。英格兰队驻地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上周英格兰队在坦帕踢完了热身赛，贝林厄姆的女友阿什林卡斯特罗乘车4小时，急冲冲的就到了贝林厄姆下榻的地点，共度了一晚。阿什林卡斯特罗在社媒还晒出了自己在酒店的照片，可以看到小伙子艳福不浅呀。还有哈里凯恩的妻子凯特、梅努的女友莱拉罗伊都在球队备战的强度加大以前到访，而此前只有球员和工作人员可以进入驻地，所以在世界杯开赛前，球员能够和自己的伴侣待这么长的时间，这非常少见。这也体现出主教练图赫尔希望球队在比赛前集训的氛围能够放松一些。对此，门将皮克福德双手双脚支持。
另外，皮克前妻夏奇拉的《答疑答疑》最后不会成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主题曲将由大卫·格塔等人创作的 DNA 担任。夏奇拉的歌确实也属于这届世界杯的官方音乐歌单，但不会成为主旋律。OK， 另外落选了英格兰队的福登，现在正在钓鱼放松。这位爱好者也是老手了，这次还钓到了一条大鲤鱼，他证明自己仍然能将球送进网子里去。老 K 也喜欢钓鱼，但总是钓不到，这方面非常佩服福登的专业。好，即将登场的超级中锋哈兰德，他这次在世界杯上的球衣跟俱乐部不太一样，上面除了他和父亲的姓氏哈兰德之外，还会印有母亲的姓。在挪威国家队的球衣上，他背后会印上布劳特哈兰德，这也是挪威的传统，当地经常同时使用父母双方的姓氏。而哈兰德的母亲格里布劳特曾经是7项全能的冠军，这样的光环加成，本届世界杯哈兰德将冲击金靴的目标。好的，比赛预测咱们一场一场的说，大家可以通过 YouTube 的段落 Chapter 来选择你想听加拿大对波黑就看这里，想看美国对巴拉圭的预测你就点 Chapter。那么先说结论，加拿大对波黑这一场老 K 看好加拿大不败略优，但也不是稳胜，最可能的比分1-1。第二个比分加拿大2-1胜，最可能的进球方式加拿大边路的传中或者2点球。那波黑这边呢，通过定位球或者用泽科作为支点在禁区内的混战。关键球员加拿大这边的乔纳森、戴维、布坎南、伊斯塔教，波黑这边的泽科、德米洛维奇、克拉西纳茨。最大的变数，加拿大的伤病造成了后防的组合很不稳定，还有波黑能不能把比赛拖进慢节奏当中，低比分，通过定位球一决胜负。所以我的结论是加拿大会更主动，打得更快，也更想赢。但波黑就是那种你觉得快压住了，结果突然他一个角球，一个泽科的头球或者一个点球，就有可能将比赛掀翻。具体来说，我们先看博彩市场的心理研判和盘口的走势。在博彩市场上，主场作战的加拿大肯定是独赢的热门，但赔率在赛前也受到了核心球员伤停动态的强烈的扰动。外部的整体舆论将加拿大作为主场小优，但也不是稳胆。伤病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还有波黑的定位球、身体对抗以及泽科的经验，都让平局或者爆冷也有可能。从公开的赛前预测来看，加拿大的优势来源于主场，还有整体的运动能力比较强，还有马什的高压体系，乔纳森、戴维和布坎南纵深的冲击。而加拿大被降温的原因，也是因为戴维斯首战缺席或者极大概率无法出场，还有弗洛雷斯十字韧带伤退，戴姆比托恢复情况也不理想，进攻的责任会更多落在乔纳森、戴维身上。波黑被低估的理由，他们不是传统的强队，但在附加赛也是连续的点球过关，心理韧性和定位球的威胁很强，所以这场比赛很可能是小比分的局。在进球数的盘口方面， 2.5 球的大球赔率处于118到125的高位，而小球的赔率被大幅压低到-144， 6赔5或者6赔4。6赔5的意思就投6块钱赚5块钱，6赔4的意思就投6块钱赚4块钱。另外也有博彩公司开出双方不一起进球的赔率是-132，极度的看好其中有一个队会保持零封。这个走势也极具说服力，因为加拿大在过去10场各项比赛只有1场踢出了大球，在过去16场比赛只有4场出现了双方同时进球的局面。同时波黑在附加赛240分钟仅丢2球，而他们最近5场比赛有4场在90分钟内战成1-1，所以这场比赛在多伦多是一场极具张力、高度克制的防守拉锯战。那么咱们看看双方主教练，2024年美国教练杰西·马施入主了加拿大国家队，他一来就注入了鲜明的红牛系的烙印，极具侵略性的高位逼抢，还有直传纵向的进攻。马施构建的战术基础建立在失去球权的第一时间就要进行疯狂的反抢，通过在中前场制造人数优势来破坏对方的推进，并且在最靠近对方球门的区域发动2次进攻。所以马施的加拿大队标签很清楚，红牛系的高压、向前压迫、2次进攻，还有快速纵深。这次主教练强调在主场踢世界杯的荣誉感，而且强调这批球员代表加拿大不同的社区、不同的来历。而且马施这个人的个性极为强硬，在蒙特利尔对阵爱尔兰的友谊赛之后，他面对媒体批评国家队的运动战缺乏进球，马施直接很强硬地说：伙计们，我会保持积极的，但如果你们向我问消极的问题，我直接拒绝回答。
所以这个教练呀，他的心理战就是要灌输一种极致的正能量，要保护处在本土作战高压舆论环境下的年轻的东道主球员。他执教的战术成果现在防守端很显著，加拿大过去11场比赛只丢了3个球，这个数据相当惊艳。现在加拿大队立足于防守伺机反击，但现在他们的问题不是能力不足，主要还是伤病管理。加拿大队主场第1场肯定要赢，肯定想赢。那么波黑的主教练谢尔盖·巴尔巴雷茨，他就像是马氏的对立面，这是一个波黑足球的功勋人物。巴尔巴雷茨非常知道他自己这一支老少结合，但是却缺乏顶级球星支撑的球队，很难在中场和加拿大进行对抗，所以直接给球队量身定制了一个非常务实的深蹲防守，就是摆大巴，高纯度的防守反击战术。巴尔巴雷茨的战术哲学核心在于对空间和落点的极致的压迫。附加赛对阵意大利之前，他就曾经对意大利媒体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波黑取得领先，将毫不犹豫把自己的大巴停在球门前。结果这个战术在实战中非常有效，波黑队目前正处在8场比赛都没有输过球啦。他们的整体防守硬度极难被击穿。面对在多伦多的首战，巴尔巴雷茨现在有3个两难的选择，他必须做决策。第一，队长泽科在经历了重大伤病以后，他的体能极限怎么办？怎么处理？第二，是不是要撤下一名前锋，引入进攻型的中场马基米奇来加强前场的组织？第三，如何在左路抗衡加拿大速度极快的边路推进能力？巴尔巴雷茨他过去是波黑的前国脚，也是前队长，但在24年接手国家队的时候还没有成熟的一线队执教的履历，这本身就极富争议。他是在缺乏高级别执教经验的背景下就上任了，而且却通过附加赛击败了威尔士，击败了意大利，也创了不小的冷门，将波黑带进了世界杯决赛圈。他的核心不是去做复杂的控球，而是直接重建这支球队的精神气质。防守要有侵略性，进攻要直接，要打快速转换，还有面对点球压力要保持心态的稳定。巴尔巴雷茨的波黑队战术标签是情绪化、灵活，极具侵略性的防守和快速转换，而且他已经整合了许多在海外成长起来的新球员。这一次 B 组首轮小组赛第1场在多伦多的 BMO 球场，老 K 用的也就是 BMO 银行的卡。这场比赛是加拿大男足历史上在本土的第1场世界杯正赛，也是2支国家队在国际 A 级赛事的首次交锋。对于加拿大来说，本届世界杯是洗刷历史屈辱的绝佳的机会。此前1986年、2022年，加拿大男足6场比赛都输球了，没有拿到1分。在世界杯参赛史上，至少达到6场的国家中，现在就只剩加拿大和萨尔瓦多共同保持着全败的尴尬记录。咱们中国队虽然也是全败，但只打了3场嘛。所以加拿大队这次要追求队史上在世界杯的首场胜利。2024年新的主教练马什上任，球队在美洲杯打进了4强，这也提升了外界的期待。而且历史数据表明，多伦多是加拿大绝对的福地。在多伦多，加拿大18胜9平2负，仅有的2次输球是2010年0-2输给秘鲁，还有23年2-3输给牙买加。历史上看，过去22届世界杯有多达20次东道主都顺利晋级了第2阶段，仅有2010年的南非还有2022年的卡塔尔在小组赛折戟。所以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墨西哥也罢，3个东道主都极度的渴望利用主场优势，必须要进入淘汰赛，甚至进入16强。那么波黑呢，全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他们是历史上第2次闯入决赛圈。2014年第1次参赛，当时1场胜利2场输球。现在 B 组中，瑞士队被公认为实力最强的小组头号热门，卡塔尔的实力也差一些。所以这一场加拿大和波黑的直接交锋，很有可能会战略性的决定谁才能进入下一轮，也是争夺小组第2和淘汰赛席位的生死之战。波黑队泽科是2014黄金一代的最后象征。那么加拿大比赛的时候预计27度，间歇性多云，下午开球的温度，但是也会考验波黑的老将，还有加拿大高压跑动的持续冲刺能力。这场比赛核心球员加拿大历史的射手王26岁的尤文图斯前锋乔纳森·戴维。25年夏天，戴维以自由身高调加盟尤文图斯，签下了年薪高达600万欧元的5年合同。
但是来到都灵的首个赛季，表现令人极度失望，35场意甲比赛仅攻入6个球。现在由于戴维是免签加盟，所以无论他在世界杯上表现如何，尤文图斯都极度渴望在这个夏天将戴维卖掉变现，这样所有的转会费都能全部作为纯利润计入账目。目前尤文图斯已经向英超的热刺队提供了戴维的交易方案，可以交换热刺的门将维卡里奥和左后卫乌多吉，所以自身在俱乐部方面转会传闻满天飞，定位很尴尬。戴维急需在世界杯最大的舞台上完成自我救赎。26岁的他还是充满了雄心壮志，想向欧洲的顶级买家证明自己的门前嗅觉还有战术价值。这里简单聊一聊，未来有机会咱们再详谈乔纳森·戴维的故事。他其实出生在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父母来自海地，童年他也在海地生活，6岁跟随着家人移居渥太华，所以他整条成长路线本身就是加拿大这个移民国家的缩影。现在阿方索·戴维斯还有其他许多球员都伤病缺席，那么进攻重任就更多的压在了戴维的身上。第二位大哥阿方索·戴维斯，他是在欧冠半决赛对阵大巴黎的时候拉伤了大腿后群肌肉，虽然保住了26人世界杯大名单的席位，但首战无法出赛，所以加拿大左路最具破坏力的爆点瘫痪了，主教练就不得不启用防守属性更强的里奇·拉里亚当左后卫。所以阿方索·戴维斯老 K 准备了专题的篇幅，留到以后再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简单说，他是在难民营出生，移民了加拿大，在拜仁慕尼黑成名，也是加拿大现在的队长。可是本届世界杯首战他却大概率只能在场边观看，但好消息是他已经恢复了有球训练，希望未来的比赛尽快登场吧。加拿大队史蒂芬·伊斯塔基奥，他是加拿大在中场的节拍器，也是定位球的主罚者。在对爱尔兰的热身赛，加拿大的进球正是他的角球制造了乌龙，所以首战面对波黑高大的防线，加拿大也不只靠速度，也会靠定位球抢第一点和第二点。OK， 加拿大球员塔琼布坎南，他是来自老 K 所在的安大略省的布兰普顿，经过了在美国职业联盟，在布鲁日队，在国际米兰，现在到了西甲的比利亚雷亚尔。布坎南的优势是边路的爆发力和1对1的推进能力，但争议点在于他的纪律和情绪控制。首场比赛他如果被波黑的球员用身体对抗激怒，挑动他的情绪，那么加拿大在边路的优势瞬间可能变成一个极大的风险点。而波黑这边，泽科年届40的波黑钻石目前他效力于德甲的沙尔克04，他是波黑国家队出场记录和进球记录双重保持者，他的存在本身已经是图腾一样的象征。3个月前3月31日的附加赛，泽科在加时赛最后阶段遭遇了严重的肩部损伤，迫使他错过了历史性的点球大战。当时包括慕尼黑和其他的多位医学专家给出了恢复期的预测，至少12个礼拜。这意味着泽科将铁定无缘本届世界杯。不过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泽科安抚了全国球迷的恐慌，他说自己的伤势无需进行手术，随即展开高强度的康复计划。短结果1个半月就完成了奇迹般的康复，这也是医学奇迹。他还特意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印有波黑国家元素定制版的世界杯战靴。那么泽科至今能够保持极高的竞技状态的秘诀，离不开他的妻子。老 K 最喜欢的就是关于他们的另一半，漂亮的嫂子。泽科的妻子阿姆拉，她不仅是波黑家喻户晓的超级名模，而且还获得过法国大都会顶级模特大赛的冠军，加入了巴黎精英模特经纪公司，甚至她在美剧 CSI 纽约中还有出演，而且还是著名的游戏《生化危机启示录》当中经典角色吉尔·瓦伦蒂娜的官方脸模。没想到吧，老 K 什么都知道。那么在妻子阿姆拉的主导下，泽科的职业生涯晚期建立了一套非常严苛的膳食，还有理疗，还有伤病预防的体系，是全方位的在身体上对自己进行投资，这才让传奇的前锋跨越了肩部的重伤，40岁的高龄依然踏上了世界杯赛场。战术上，泽科不是反复的去跑冲刺的人，他是波黑队前场的支点，他的头球、禁区的嗅觉，还有2次球他对上加拿大年轻的中卫组合会非常的有经验上的优势。OK， 波黑球员埃尔梅丁·德米罗维奇，他出生在德国，但有波黑的血统。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能够参加世界杯对他来说就像是举起了世界杯冠军那样的骄傲和荣耀。OK， 再看一下塞亚德·克拉西纳茨，
他出生在德国，曾经效力沙尔克04、阿森纳队、马赛队和亚特兰大队。他是波黑后防线最具有欧洲五大联赛硬仗经验的球员。对阵加拿大，他的任务很清楚，要保护内部区域，压制乔纳森·戴维的背身接球，而且在定位球进攻中要制造身体优势，争取防守守住，进攻再帮助球队进一个。好，波黑18岁的克林姆·阿拉伊贝格维奇，这么年轻的小将无疑是属于波黑队的未来。他是最重要的年轻球员之一，也是这次波黑队的 X 因素。可能不会打首发，但如果加拿大的阵型压得太靠上，他的速度和左脚内切可能是替补席上的骑兵。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在加拿大多伦多，北美拥有庞大的波黑侨民社区，所以这些波黑人也会给自己的祖国波黑队带来情绪上的支援。多伦多同样还有其他大量的巴尔干半岛的侨民，在这里波黑队不会完全像客队。而主裁判阿根廷裁判法昆多特略，他曾经在22年阿根廷的冠军挑战杯决赛单场就出示了多张红牌，所以球员的纪律风险值得高度关注。且看加拿大队能不能迎来历史上的第一场世界杯正赛胜利，或者是另一边泽科能不能跳好最后一舞。那么美国队对巴拉圭，老 K 先说结论。在美国队主场铺天盖地的声浪加持，还有他们的板凳深度更具变化，所以预计美国队在焦灼的攻坚战中会笑到最后1-0或者2-1的微弱优势，艰难带走3分。先看博彩市场和盘口赔率方面，主场作战而且阵容极为齐整的美国队被普遍看好，市场对巴拉圭失去了核心球员恩西索后极度看衰。但是在总进球数的市场，交易模型呈现出的一个特征是分裂，大球的赔率高达 2.3 到 2.31， 而小球低于 2.5 个球的赔率则被深度压缩到了 1.62 左右。所以在大球逻辑下，美国队近5场热身赛他们打进了11个球，而且也丢了12个球，攻强守弱，特质极其鲜明。近期他们主场大球率高达 83%， 如果这场球被巴拉圭反击偷一个，那就很有可能变成一场大球局。而小球的逻辑支撑呢，阿尔法罗接手了巴拉圭之后，将它彻底改造成了一个摆大巴的防线，而且还失去了最重要的爆破手恩西索。客场作战，巴拉圭势必是极度保守，深度摆大巴，低位防守。只要能够成功阻断美国队的中路渗透，那比赛的走势可能就是1-0或者0-0，极端绞杀局。比分方面，美国队1-0小胜可能性最大。巴拉圭的防线可能采取针对巴洛贡的贴身双人包夹，而普里西奇在边路的斜插和组织传球将成为美国队解题的关键。所以有公司为普里西奇奉献助攻开出了 3.2 的具有很高诱惑力的赔率，这也是本场最值得关注的价值投注组合。从战略态势上来看，波切蒂诺执教的美国队正处在破茧成蝶的关键的窗口期。波切蒂诺引入的思维反舒适圈这能够极大的激活美国队这群在欧洲海归球员的内在的竞争性。他们必须在体育场7万名同胞面前证明自己具有将高控球权转化为致命一击的能力。而克里斯理查兹的伤愈首发完美的补全了美国队防守端的拼图，这也让美国队能够更放心的将塞尔吉尼奥·德斯特推上高位去，从而在右路形成绝对的压制性优势。而对主教练阿尔法罗和巴拉圭队而言，恩西索的伤退虽然让他们失去了最犀利的突破的利刃，但也客观上促使他们抛弃了所有不切实际的偷一个对攻的幻想。他们会全面的退守，作为纯粹的防守反击。巴拉圭人在戈麦斯的统领下，在禁区前沿会筑起密不透风的防守人墙，再通过自己凶狠的身体对抗。南美人踢球玩粗的就是他们对足球的理解之一，所以各种言语的挑衅，各种战术的犯规，这会不会打乱年轻的美国队员的进攻节奏呢？还有荷兰籍裁判马克，他的执法风格极具压迫感，也是一个很大的 X 因素。如果巴拉圭队因为侵略性过大，早早的吞下黄牌甚至红牌，那么他们的防守将大打折扣。所以这场比赛极有可能出现冰与火两重天的碰撞。美国队势必通过高频率的前场流动性，不断的去撕扯巴拉圭的钢铁防线，而巴拉圭队呢，要依靠门将吉尔的神勇发挥，还有双中锋在局部区域的反制，苦苦支撑。这一场在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伍德市洛杉矶体育场，这是第一组的首轮对决，也是1994年当时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输给了巴西队以来，美国队首次在本土进行的男足世界杯决赛圈比赛。
洛杉矶体育场是全美最顶级的现代化场馆之一，可以容纳7万名观众。为了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组委会已经制定了非常严密的计划。体育场的停车场将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就开放，球场大门和球迷体验区下午2点就正式开启，而且开球前还有非常隆重的娱乐节目。国际知名的制作团队 Balich Wonder Studio 长达90分钟的世界杯开幕盛典下午4点半举行。这次是融合了流行、说唱、非洲的节奏，还有 K-pop 各种多元文化。已经确认要参加的表演嘉宾包括 Katy Perry、Future、Anita、Lisa、Rema 以及 Tyla。 在2个队入场的时候，美国著名的乡村二重唱 Dan 和 Shay， 还有巴拉圭的灵和乐团 Pirahi Soul 也将分别的现场演唱2个国家的国歌。所以这场比赛很值呀，从下午1点钟停车场就开放，一直到晚上6点钟比赛才开始。那么美国队和巴拉圭在历史上，在足球他们的恩怨将近100年，这是2个国家第10次正式交手。过往9次对决，美国队5胜2平2负，得失球数也略占上风。他们的第一次交锋是1930年在乌拉圭的第1届世界杯小组赛，当时那一场里程碑意义的比赛，美国队的前锋伯特·帕特诺德上演了世界杯历史上第1个帽子戏法。美国队当时3比0大胜巴拉圭，还最终拿到了第1届世界杯的季军。那次也是美国足球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高光时刻之一。而在2016年100年美洲杯小组赛，当时老 K 记得出现的生死战，当时美国队主教练还是著名的克林斯曼，他们凭借邓普西的唯一进球1比0拿下巴拉圭。但那场比赛美国队的后卫叶德林下半场就早被红牌罚下，而有一个场面，中后卫布鲁克斯在有一次防守1敌3，大范围铲断阿尔米隆的单刀球，这也成为了美国足球史上最经典的防守画面。2队最近一次交锋是去年11月15日，在热身赛2个队打得火药味十足。巴拉圭的核心后卫奥马尔·阿尔德雷特在第45分钟就因为恶意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所以2个队这一次比赛也肯定是充满了身体的侵略性，狭路相逢勇者胜，谁怂谁输球。那么美国队老 K 前2天用专题介绍了他们，今天就着重讲讲巴拉圭。主教练阿尔法罗这次给巴拉圭队带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壮色彩，实用主义。在带队冲进了世界杯后主教练阿尔法罗赛前发布会上甚至动情落泪。他说，我们不奢求不切实际的期望值，我们只有最纯粹的幻想和信念。我知道巴拉圭这个国家忍受了长达16年的等待、诅咒和痛苦，只能通过电视看着别人去踢世界杯。我无法要求任何一个巴拉圭人保持绝对的理性，但是请相信，我们不惧怕东道主美国的狂热，这反而会成为推动我们前进的燃料。在球场上，我们将献出全部的纪律、斗志和灵魂。目前的这一支巴拉圭队防线上多名的核心球员长期在巴西甲级联赛效力，他们的最大战术资本就在于后防线的协同默契。在巴西同一个高强度联赛体系中，大家一起磨练出来的这种防守的连贯性，是抗衡美国大牌海归锋线球员的最强的盾牌。就是只可惜最后关头毁灭性打击。6月5日友谊赛4比0击败了尼加拉瓜，但是效力于英超布莱顿队的球员恩西索也是球队的进攻核心，在一次拼抢中遭遇了右大腿肌肉纤维的断裂，当场就伤心落泪，也被担架抬下了场。恩西索至少需要14到20天的康复期，所以他不仅确定无缘对阵美国的首场比赛，也基本会错过第2场对阵土耳其。但是恩西索绝不放弃，他依然选择随队飞往了加利福尼亚。他想尝试在世界杯期间来一场奇迹般的复出。现在为了填补恩西索受伤留下的左路和前插的真空，训练中主教练尝试了2种备选方案。第一种是启用帕尔梅拉斯队的攻击型中场普拉多，或者用拉蒙索萨顶替左边前卫的位置，保障中场的拼抢和拦截的厚度。第2种就更为激进，而且在物理上破坏力极强，采用双中锋战术，用意甲克雷摩纳队的前锋萨纳布里亚，再搭配本赛季在解放者杯中大杀四方的阿尔塞，组成双9号组合。这一瞬间让老 K 想起了过去智利双煞萨莫拉洛和萨拉斯。所以最后咱们就看巴拉圭队最后怎么选。好，后防线上也是帕尔梅拉斯队的功勋队长古斯塔沃·戈麦斯，还有桑德兰的后卫奥马尔·阿尔德雷特，他俩的中后卫组合坚不可摧。
门将位置效力于阿根廷圣洛伦索队的25岁年轻门将奥兰多·吉尔。吉尔近期越来越靠近世界杯的时候，状态是越来越神勇。热身赛我们看到他的防守覆盖面极大，让老 K 想起了过去巴拉圭传奇门将吉拉维特。现在吉尔在首发顺位上已经全面反超了老门将罗伯托·费尔南德斯，而巴拉圭另一位关键人物是纽卡斯尔联的球星阿尔米隆。他在去年底刚刚和妻子诺托在巴拉圭完成了神圣的宗教婚礼，所以如此美满的家庭生活，还有他们5岁的儿子，这样的陪伴给阿尔米隆注入了很强的精神支撑。他在反击中的速度变向极快，这是巴拉圭破局的头号利器。那么好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好啦，世界杯来了，4年一次，等了4年呀！恳请大家赶紧锁定订阅老 K 足球新闻频道，提醒您点开订阅上小铃铛的全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咱们的预测和分析。好的，兄弟们，明天再见。